我们一直买房都有什么金三银四之说，同样的房子，不同的楼层，它的价差可能要差到几十万，甚至于数百万，它有利益差别。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下，我们到底在怎么样平衡这一点。那么大哥还记得1年前啊，你们家也是为加装电梯这个事情啊很烦恼是吧？现在1年之后了，你们这个电梯也装好了，秋裤也已经1年大概没碰到了。这个1年里边呢，我们家的加装电梯啊，其实经历了许多，然后呢，现在也被加装成功了。那这个当中呢，这个故事也很多。其实我是坚决反对的，其实到今天还是这样。那还有就是说，这1年我也打了官司。一个呢，其实最初，其实加装电梯这个事呢，最早其实大面积加装电梯其实不是在国内，是发生在新加坡。新加坡的加装电梯其实是当时是针对什么呢？就是主屋。阿拉上海人讲起来就是叫出租房。就是说，照中国国内讲起来，以前就是叫公租房，它呢主要是针对中低收入家庭。然后呢，新加坡的这一个公租主屋，它统一加装电梯呢，也是考虑到老年人各方面的因素。但是有一点，新加坡的主屋加装电梯它有2个特点，第一个是政府主导的，就是政府在当中的出资啊，是占到75%到90%。那跟我们国内的加装电梯是完全是不一样。第二个最核心的一点，它这个主屋的产权其实是新加坡政府占主要产权的，这个是跟国内完全不一样。国内从93、94年左右开始吧，就是我们的房屋就开始逐步市场化，然后它的产权都是卖到我们的个人手里。不论是商品房还是以前的老公房，阿拉现在叫起来叫老公房，其实现在都是个人产权了。那针对这个情况，我们其实有老古话有一句叫什么南橘北治，对吧？就是别的地方可能成功的经验不一定拿到这儿也一定是成功的。所以新加坡它刚刚讲了2个特点，第一个它是公租房，它的产权是新加坡政府；第二个整个主导是政府主导的，它的政府出资占75%到90%，所以它在这一个整个加装电梯的层面，政府承担了全部的责任。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，首先产权，我们不讲那些产权房改制的情况，就商品房，其实它本身就是我们个人的。那这里边就讲到了，我们一直买房都有什么金三银四之说，那就证明了房子的价格是不一样的。尽管它的面积，就是你同等的房型、同等的面积下，你不可能是给同样的一个价格。那可能外地楼层1层到6层或者跟3层之间的差价可能在3、5万、10几万之间，上海现在单价都在那个10来万。那你可以想一想，这一个同样的房子，不同的楼层，它的价差可能要差到几十万，甚至于数百万。那这样的价差下，你说这个房子有没有利益和价值关系？那同样的，加装电梯对这些有没有影响？那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考虑的问题。那同样的，既然是在房子不同情况下它有利益差别，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下，我们到底在怎么样平衡这一点。列子其实讲了一句话叫什么？就说到个人利益啊，古之人啊，损1毫利天下不与也，系天下分一生不取也。其实是什么意思呢？宪法13条其实也讲到，个人的财产不能随意侵犯。其实刚刚我们也提到，就是不同的楼层、不同的房子，就是同样的房型，它的价格有很大的差异，它有很大的利益。那问题是这些利益是需要通过什么来平衡？那而不是通过什么我们的强制方式来执行，只有人家自己愿意才可以。每一栋楼、每一户居民对财产是有支配权的。那里边最强调的一点就是一票否决。那就是说，从加梯这个政策，我们最早制定的时候，其实是政府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。其实他也是承认每一个居民对他的财产是给予保护的。当时也强调，就是说，如果加梯有1户反对，他就不能够进行。而且呢，就是说，只有在大家都同意的情况下，才能做什么加梯这件事儿。然后呢，随着这个进程，到了749号文件，它当中呢提出就是有3/4和2/3表决的这样一个情况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文件里面呢，其实也是强调了一点，一票否决并没有取消，还是得到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做。一直到801号文件，
这个事情性质就变了，就变成表决权大于我们的财产权了。所以我这里边一直在讲慷他人之慨啊，就是说慷他人之慨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就是说他不是用自己的财产，他是拿别人的财产去做好人，对吧？去获取自己的业绩也好，我们大部分普通人真正能够做得到的，就是说我不害人中心吧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要主动的积极的。但现实生活中很多人，其实大部分的普通人，他们只想过一个普通的安稳的日子，